今天说书的内容是高矮将军鬼见愁。高矮将军难道是黑白无常？错，七爷八爷他们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七爷八爷呢是城隍爷底下的将军，黑白无常呢是专为阎罗王办事的。是，原来是这样区别哦，我一直以来都把他们想在一起耶，因为他们就是一黑一白。对啊，但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七爷八爷呢生前在福州县衙上班的衙役，两个人呢住在不同的村庄、不同的城镇，所以其实很有距离。只是他们刚好都在福州衙门当差，所以是同事。对，所以就变成非常非常好的兄弟情谊。七爷他被称为老谢，对，老谢，因为他姓谢。八爷被称为老范。七爷呢他是又高又瘦，八爷呢是又矮又胖。记忆中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对，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落差。有一天呢，县太爷就下令两位要出差，说好了就在哪一天到哪里集合，我们再一起出发。因为两个人住很远嘛，集合之后就走啊走啊走啊，本来是风和日丽呀，走到了拱桥上的时候，突然天气变化，乌云密布，雷声大震，好突然哦。老谢就说了，高个儿就说了，他说这样好了，现在到这里的话，离我家的村庄比较近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所以他们两个是没带伞啊？对啊，天气好，忘了带伞。当然啊，风和日丽的啦，怎么干嘛带伞了啦？也是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先回家拿伞，我拿伞之后我再回来会合，我们再一起出发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老谢对就先回家了。那矮个怎么办？一定要找地方躲啊！雨下那么大。老谢那时候告诉他，那简单，你就躲到拱桥底下，是不是就躲雨啊？是一个方法，没错啦。老范就下去了，对，下去躲雨了。老谢就回家了，然后呢就等啊等啊，这个雨就突然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。本来呢，老谢如果从家里到拱桥的时间，原本去半小时，回半小时，大概就是1个小时就结束了。没想到这时候下到洪水暴涨，导致整个路线全部都冲到改变了，对，然后又很难前行，所以呢前后后整整要花掉1个半小时以上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老范就在桥底下，这还是桥下吗？对，老范就发现，原来他站的那个桥底下原本是干枯的河，但是一下大雨之后，它就变成河水，就是暴涨啦。他就想那这样好了，我快被淹到了，不然我去拿一颗石头，他就推了一颗石头到了桥底下，把自己顶高。哎呀，你马甲勾引呢，很非常的，因为呢，我如果没有在这里，到时候老谢回来了，一定找不到我，是非常守信用的人。所以呢，老谢要出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全部都改变路线了，我到不了了。没关系，老范呢应该会自己找地方好好躲好，再等雨停吧。好，正常都会这样啦。不对，我突然想到了，依照我跟老范的情谊，他怎么样都会守信用到底，所以我一定要去到现场。相对来讲呢，看老范的角度，老范也会觉得雨下这么大，老谢应该不会来了。对，不对，想到我跟老谢的情谊，他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兄弟，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来的，所以我必须要站在这里，否则他一定来了，找不到我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一定要等到他来。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，终于老谢赶到桥边了，雨也停了。老范呢？不见了。突然看到一堆居民在这里嚷嚷，结果到这条河的下游，看到了老范的尸体，他被淹死了，因为守信用。对，他突然觉得都是我来得太晚，所以我决定跟他一起淹死好了。突然冲下了那一条河，直接到这里，因为他是高个儿，对，淹不死他，他只好左看右看到一棵很高的树，他就到树上解下自己腰带，掉上去，把自己吊死了。那他们这样兄弟情谊实在是，然后为了这样就跟他一起走了。对，所以这才人家俗称为什么老谢呢？他是长舌头。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。对，老范呢为什么会脸黑？因为他在憋气。所以就变青子的意思。原来是这样来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对，两个人的兄弟情谊感动了城隍爷。城隍爷去跟玉皇大帝说：“我想收他们为将军，都纳入我旗下。”玉皇大帝还很爽快的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下子城隍爷你如虎添翼啦，得到了这么好的手下。可是那时候城隍爷底下已经有6位将军了。对。
那如果再收了这2位，不就成为了7将军、8将军，所以才被人家称为七爷跟八爷。这时候2位就成为了城隍爷旗下阴间的神，专门为城隍爷行使妖魔鬼怪、孤魂野鬼、恶鬼、厉鬼，所以城隍爷的职责就是镇守恶鬼厉鬼。所以他手下所有的将军也是做这件事情。那人家说，其实呢，老谢是一个生性温和、个性善良的人。所以只要你犯错，你跟他求情、认错、知错能改，他完全就会不在意，也会跟你说啊，知错能改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切都没事了。所以也有人叫他谢必安。原来是这样子来的。对，人家说老范呢，生性就是个性暴躁、黑白分明、是非对错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你犯错事了，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，就非常直接的一个个性，赏善罚恶，人家就叫他范无赦。所以老谢就叫夏必安，老范就叫缓不下。所以他拿着赏善罚恶令。老谢呢，拿手指白扇，他会有生死簿。为什么生死簿呢？通常是只有阎罗王才有吧？对啊，阎罗王的旗下、麾下黑白无常也会有，因为他们得知道哪一个人的时辰所到了，那他就会带他走。黑白无常会有，就是为了时辰到，工作职责按照顺序跟流程去带走。七爷八爷就是专带那些我不要投乱跑的，或者是不愿意的那一些嘛。我不甘玩，我不甘心，我有怨气，我不要投胎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孤魂野鬼跑错家、走错流程这一堆的，就由七爷八爷去带走。所以他们2个是不一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七爷八爷的故事呢，在各地都非常非常的著名，所以他们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，这是老3台所播的电视剧，叫《七爷八爷闯天关》。当时呢，这个收视率创下新高，全台湾差不多有80%的人都蹲在家，就是为了准时看七爷八爷，所以那时候收视率非常之壮观哈。那时候的主演到现在还有在拍《戏说台湾》，前几年《戏说台湾》呢也有拍一部叫《七爷八爷收徒弟》，那一部呢也创下 YouTube 的点阅率破100万的新高，目前它就是第1名。那你们就可以知道七爷八爷这个题材有多受欢迎了吧？每年农历的5月13日就是城隍爷的生日。城隍爷呢，就是玉皇大帝派在人间地方的官员啊，照顾地方的百姓，还有当地的孤魂野鬼。所以呢，也经常呢都会看到城隍庙里面有2尊神像，一尊身高1丈多，身形瘦长，眉毛呈2边下垂的8字形，舌头伸得长长的，脸色又苍白，这个就是七爷。另外一尊呢，身高不及七爷的1半，脸部黑漆漆的，身形矮重，他就是八爷。每当城隍爷生日的时候呢，他们常常就会在民间做一些庙会的活动啊，绕境巡街啊，还有你会看到很多八家将啊、当机啊。七爷八爷封为神之前，就是有这么一段感人的故事。对，他们2个的情谊就因为这样开始在民间流传，因为这辈子应该也找不到兄弟情谊这么深厚的了吧？真的，重点是他们还没有血缘关系。